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柬埔寨金边出席第17届东亚峰会，东盟国家以及美、日、韩、澳、新、印、俄等国领导人或代表出席。与会领导人表示，地区国家应当保持团结一致，坚持相互尊重，开展对话合作，践行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维护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构建和平、和谐、繁荣的东亚地区。来看深圳卫视记者从柬埔寨金边发回的报道。李克强在出席第17届东亚峰会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地区人民要和平谋发展的呼声更加强烈，地区国家应坚持相互尊重，深化互利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李克强提出3点倡议：一是坚持战略对话，开展建设性互动，促进地区国家对话协商，增进互信，妥处分歧，不应脱钩，更不能走向对抗。2是坚持互利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实施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和能源粮食安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挑战。3是坚持东盟中心地位，构建包容性区域架构，东盟中心地位不能动摇，中方支持维护东盟团结与合作。李克强表示，中方主张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航道畅通，愿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按照协商一致原则，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同东盟国家一道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友谊和合作之海。李克强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同各方一道加强对话合作，共建东亚美好家园，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随着柬埔寨首相洪森把象征东盟轮值主席国身份的木锤移交给了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第40届和第41届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落下帷幕。峰会期间，东盟宣布在原则上接纳东帝汶成为第11个成员国，这是自1999年柬埔寨入盟以来东盟的首次扩员。疫情以来首次恢复线下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汇聚了全球目光。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成功举办，为接下来的印尼巴厘岛 G20、泰国曼谷 APEC 开了个好头。亚洲时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本届东亚峰会聚焦合作，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为经济发展增加新动力。实际上，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增长强劲，合作不断深化，为区域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本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深圳卫视特派记者采访了多位检方人士和在检中资企业代表。谢莫尼勒此前曾在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担任了8年检方院长，他还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和第2卷的简文版译者。他长期致力于向柬埔寨社会介绍中国的发展经验。他对深圳卫视表示，特别关注李克强前几天出席通车仪式的连接金边和西哈努克港的高速公路。京港高速是中柬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谢莫尼勒对深圳卫视表示，京港高速开通后，从金边到西港的出行时间由原来的超过5小时缩短至不到2小时。各个国家的发展的都是各个自己来选的，还有中国发展，中国也不像这个西方国家来有一个压道，他们一定按照中国的路走的，对，所以中国就一直过来。都就是说盖这个桥，建这个桥起来，要把那个桥梁做好的。中国倡议的都是考虑到这个贸易的方面的，包括这个 ASEP 也都里面都想要每个国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不想觉得自己的是一个模板，要每个国家都按照它的路走的。在与柬埔寨4角战略与中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对接过程中，一些中资企业也找到了商机。中资企业青岛建设集团在柬埔寨已经经营8年，参与约20个项目建设。他们把中国政府一贯倡导的扶贫理念也带到了柬埔寨的一个社区项目中。我觉得这个它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它是去叫授人以渔而不是说直接把钱给你或者给你建个什么东西，而是说他们教他们。起初的时候帮他们去打井，后期呢，教他们去做饭然后有厨师有给他们建的厨房，然后他们去教他们学中文，教他们种植蘑菇甚至包括这个教他们那个养猪等等的一些，我觉得
这个项目呢，虽然说这个建设项目是很小，但是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对老百姓的这种这个受益，包括他们的满意度啊，通过我们这个过程中跟这些村长啊跟他们沟通，还是个人感觉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感激的。